想象一下，你正拥有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，温柔的妻子，可爱的孩子，生活充满了阳光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一场毫无征兆的灾难降临，你的至亲被残忍夺走，整个世界瞬间崩塌，你会怎么做？而这一切全都被主角弗兰克遇到了。在上一季，企鹅的惨死让他从一名普通的退役军人，彻底变成了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惩罚者，用暴力去审判那些逃脱法律制裁的罪犯。可这一季直接来了个大反转，更刺激，更疯狂，完全超乎你的想象。故事开始于一个昏暗的酒吧，完成复仇的弗兰克一路流浪来到了这里，本想喝一杯，明天再继续赶路，却偏偏遇到了一个挑事的醉汉。醉汉不停地说一些污言秽语调戏女酒保，甚至还动起了手。女酒保不能对客人怎么样，但这并不代表其他人不行。Hey, lady's trying to work. How's she gonna pour drinks while you're holding onto her arm like that? Let go. 醉汉觉得弗兰克在挑衅他，于是想将内心的不快转移到弗兰克身上。弗兰克不想惹事，一再忍让，但架不住混混蹬鼻子上脸。混混觉得丢了面子，摔碎酒瓶就想和弗兰克比划比划，但他似乎忘了酒吧有一个比弗兰克块头还大的保安。混混最终被扔了出去。贝斯很感激弗兰克刚刚为自己出头，于是邀请他晚上去自己家看小猫翻跟头。Freaking A. Yeah, I like that. 在看小猫翻跟头之前，两人端起酒杯小酌了一点，然后气氛就烘托到这儿了。如此美妙的夜晚，两人决定干点啥。忙完后天也亮了，弗兰克收拾好行头，准备就此悄悄离开，但他不知其实贝斯也早就醒了，刚打算出门，却看见了贝斯6岁的儿子雷克斯。弗兰克赶紧解释，说自己是他母亲的朋友，只是过来借宿一晚。可别看雷克斯小，其实他啥都懂。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，弗兰克决定请母子俩吃个饭。三人来到了门口的那家餐厅，看着眼前的贝斯母子，弗兰克脑海中浮现出和妻子在一起的场景，但这一切都回不去了。能看出贝斯很希望弗兰克留下来，可他们刚认识几个小时，这话有些说不出口。弗兰克看懂了贝斯的想法，于是在离开前告诉贝斯，如果返回时还经过这里，那他愿意留下来多待一段时间。这是几句宽慰的话，他只是不想打破母子俩平静的生活，怕给他们惹来麻烦。在看着母子俩离开之后，他也准备收拾东西上路，却差点被一个慌里慌张的女孩撞倒。You alright? You following me? How would I be following you? 女孩没有回话，转身走向远处。弗兰克并没在意，他觉得这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，却不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和这个女孩有关。今晚他就要离开这个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小镇了。然而在等红绿灯时，他却想起了贝斯那不舍的眼神，于是果断做出决定，打算回酒吧再看他一眼。贝斯在看到弗兰克后相当惊喜，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会为自己回头。两人相对无言，但却都很清楚对方的心思。这时下午和他撞一起的那个姑娘也走了进来，躲在一个角落小心翼翼，看上去十分紧张。不久之后，弗兰克注意到有几个陌生面孔也走进了酒吧，对方伪装成客人的同时，眼睛也在不停打量四周。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柱子旁的女孩，意识到这群人的目标应该是女孩，而女孩也恰巧发现了人群中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准备起身离开的他却被一个精神小伙挡住了去路。两人的争吵成功引起了几人的注意，然后就在他打算通过窗户逃跑之时，却被人硬生生拽了回来，拖到了卫生间中央。弗兰克察觉女孩情况不妙，于是伪装成一个醉汉来到卫生间门口，出其不意地打翻了门口的看守。刚好看到几人准备欺负女孩，于是他抽出自己的腰带，一圈圈缠绕在胳膊上。女人看到这一幕还出言嘲讽，却不知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对于喜欢玩刀的女人，弗兰克毫无怜香惜玉的意思，甚至更加果断狠辣，而那名男刀客也完全不是对手。弗兰克也没想到对方竟如此不堪一击。所有人全都爬不起来后，弗兰克询问女孩这些人为什么追杀他。女孩表示并不清楚，自己只是来参加个派对，没想到会惹上这些人。见弗兰克不信，女孩有些慌了，打算逃离这处压抑的环境，但弗兰克却告诉她外面还有更多的人。女孩听完又开始道德绑架，厚着脸皮说，既然刚刚你保护我了，那出去你能不能继续保护我？弗兰克听后直接无语了，但看着女孩楚楚可怜的眼神，最终还是带着女孩一起来到了酒吧大厅。刚露头，人群中的黑衣人就发现了他们。弗兰克将那人扯开的同时让女孩躲起来。贝斯发现情况后让保安上去帮忙，又有一人拔刀想要偷袭，好在保安及时赶到将其阻止。
兰克神勇异常，1对多丝毫不落下风。对方眼看形势不妙，于是直接拔出了枪。保安来不及躲避，被对方一梭子子弹送走。贝斯拿起喷子想要帮忙，但对方反应很快，所以他也中枪倒在了地上。弗兰克扔出凳子砸翻一人，又用贝斯的喷子干掉一人，自己也被跳弹击中了屁股。这点伤似乎对一个上过战场的老兵影响不大，甚至激起了他的战斗欲。自从为妻儿复仇之后，这还是第一次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。解决掉眼前的麻烦之后，弗兰克也注意到了受伤的贝斯，好在中弹的位置并不致命。弗兰克立马驾车将贝斯送往医院，完全忽略了自己也受伤了。但路程刚走了一半，那伙人便绕过来拦在了他们前面。这一操作显然彻底激怒了弗兰克。Now what? 为了完全摆脱这些麻烦，弗兰克举枪走下了车，对着那伙人又是一梭子。女孩吓坏了，跳下车就准备逃走，但弗兰克显然不会让她得逞。换句话说，就算让她离开，她也很可能活不过今晚。将女孩塞进车里之后，他们继续朝着医院的方向赶去。幸好距离并不是很远。医生看到满身是血的弗兰克着急坏了，可弗兰克却一点不在意，他的心思全都在贝斯身上。在亲眼看着贝斯被送进手术室后，弗兰克也终于松了口气，他再也不愿看到和自己接触的人受到伤害。而刚刚的那间酒吧，一个陌生人来到了这里，还从地上捡起了妻子送给弗兰克的定情信物，这也是妻子留给他的唯一东西。几人在查看了酒吧监控后，发现女孩竟然有帮手，且还是个身手了得的帮手。头目觉得像这种身手的人，肯定会有更多人认识，所以并不难找。镜头一转，来到了医院，眼前的女人名叫迪娜，而躺在床上这人是弗兰克的好兄弟罗素，也是害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之一。看着眼前这个混蛋，迪娜恨不得给他几刀。两人曾是情侣，可他也差点死在这个男人手上，而如今他被弗兰克打成重伤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迪娜离开之后，弗兰克也找到了一个汽车旅馆，干枯的血渍和鞋裤粘在了一起，要不是女孩帮忙，估计他自己要费一番功夫。一起经历了生死之后，女孩告诉弗兰克自己叫雷切尔，但有关他为何被追杀，雷切尔依旧没有说。弗兰克也顾不上问，如今他必须先处理好伤口。尴尬的是，伤口的位置很尴尬，他自己根本没法操作，无奈只能求助雷切尔。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现在好像也没其他办法，最终顺利将弹头从弗兰克的屁股中挑了出来。刚刚走出卫生间，雷切尔就打算趁弗兰克不注意跳窗逃跑。显然弗兰克还不打算让他走，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弄清楚。贝斯又因此受了伤，自己也累得够呛，于是便拿出扎带将雷切尔绑在了床上，准备等睡一觉醒来再问他情况。同一晚，那个出现在酒吧的男人又出现在了贝斯病房，因为在监控中看到弗兰克亲自将他送进了医院。男人觉得他和弗兰克的关系不一般，于是便想从贝斯口中打听救他的男人叫什么名字。 Cops asked me the same thing. I said, I don't know. He risked his life to save yours. The gun spared you because of that. So that you could be a good mother to Rex. You leave my baby out of this. Because I need to find this man. 对方用儿子做要挟，无奈贝斯只能将弗兰克的名字告诉了对方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弗兰克就解开了雷切尔的束缚，尽管很累，但昨天晚上他并没有休息好，一直在惦记那件事。现在他急需雷切尔将一切说出来，让自己放松精神。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I don't know? Because you're a college student, right? Just in from out of town. 眼看雷切尔油盐不进，弗兰克便开始搜身。他在雷切尔的口袋中发现了2盒胶卷，显然里面藏着的就是雷切尔不愿说的东西。弗兰克也不打算再问了，他觉得时机成熟了，他会告诉自己的。于是起身找店家又开了间房，和这间是连在一起的。他用撬棍在墙上打了个洞，串通2个房间。他很清楚那群人肯定会找过来，于是做好准备打上一举灭掉那群杀手。和他猜测的一样，此时的男人借助贝斯提供的名字，已经找到了弗兰克刚到小镇时所住的旅馆。要是对方顺藤摸瓜，找到他们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但让弗兰克没想到的是，对方的效率很高，晚上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了旅馆外面。弗兰克拔出手枪递给雷切尔，让他在紧急情况下自卫。可一转眼，雷切尔却将枪指向了弗兰克。You're gonna move and let me leave. Is that right? Move. Tell you what, you want to shoot me, shoot me.
雷切尔很清楚，如果没有了弗兰克，自己也就只剩下了死路，于是放下了手中的武器。而这时外面的那群人也开始动手了，他们砸开房门冲进了旅馆，却并没有看到两人的踪影。就在几人疑惑之时，弗兰克突然出现，轻松干掉了屋子里的几人。车上的狙击手见状开始火力压制，弗兰克马上找机会还击，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斗在了一起。雷切尔听到枪声停了，准备出门查看情况，却碰巧撞上了女杀手。Don't even think about it. 弗兰克将女杀手扛了出来，准备带她一起离开这里，但刚塞进车里，女杀手就醒了过来。弗兰克一边逃跑一边打开车门阻挡子弹，女杀手一顿乱射，很快就没了子弹。这时他看到了不远处同伴的枪，就在打算过去捡时，弗兰克毫不犹豫地给他的腿上来了一枪。雷切尔看到这一幕，知道机会来了，马不停蹄地起身钻进了车里。而这时的弗兰克正准备逼问女杀手他背后的指使者，就看到雷切尔开着自己的车准备逃跑，甚至还做出国际手势挑衅他。然而嚣张不过3秒，他面前的路被一辆警车堵住，身后的退路也没了。这下他们不得不认怂，乖乖扔掉武器，束手就擒。先更新2集，启用了新的配音，要是大家喜欢我就继续。